他只是不想上班，多睡了5分钟。结果醒来后就发现了一件怪事，他感觉私密部位很不舒服，还头晕恶心，浑身没力。林雨桐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人迷奸了，因为他每天睡觉前都有个习惯，那就是仔细的把窗户锁死。可今天醒来后，窗户竟然是打开的。更诡异的是，他从不系睡衣最上面的那个扣子，可现在扣子却是系好的。种种迹象都能表明有人在昨夜进过他的房间。为了验证这个可怕的念头，他找到当医生的亲哥，让哥哥帮自己做检查。可不查不要紧，这一查竟真的查出了一件大事。你睇得驗出異味。不仅如此，哥哥还在雨桐体内验出了残留的精斑，可门窗都是锁死的，完全没有破坏的痕迹。凶手是如何进来的呢？经过一番分析后，哥哥语出惊人：会不会是书的感动？听到这话，雨桐立马联想到一个人，那就是公司的同事阿俊。阿俊刚来单位不久，似乎对雨桐有爱慕之情，总喜欢跟在雨桐身后，这让他感到有点不舒服。那个，你吃饭了？公司附近新开了一家热料店。更可疑的是，有一次雨桐意外扭伤了脚，阿俊主动送她回家，还提出要去家里坐坐。雨桐当然不答应，可当她上楼后，阿俊却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点了一支香烟，死死地盯着楼上，直到看到卧室里的灯亮起。如今想来，他很有可能是在确认房门号。为了揪出凶手，雨桐决定主动出击。阿俊有抽烟的习惯，只要能拿到烟蒂，就能做 DNA 对比，将真凶绳之以法。于是他趁阿俊抽烟时，偷偷来到他身边，假装在取快递，实则是在默默观察。等对方离开后，他迅速来到垃圾桶旁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证物袋，将烟蒂放到了里面。可经过检验后，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，阿俊根本就不是凶手。出于愧疚，雨桐将阿俊约了出来，并将事情的原委全盘托出。可当阿俊得知一切后，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，凶手很可能是雨桐的亲哥哥林文照。他并非无的放矢，首先乙醚是管制药物，除了医生之外很难搞到，其次是哥哥有家里的钥匙，可以随意进出，对家里的一切了如指掌。最可疑的是，雨桐明明不喜欢喝牛奶，但哥哥却每天都来送。上次买的牛奶你动了没动？都过期了。讲到这里，雨桐顿时被惊出一身冷汗，回想起当初告诉哥哥这件事时，他的反应是有些不正常。要不咱们报警？不能行，赖志信对你影响不好。我有你这么一个妹妹，你将来还有家人。从那以后，雨桐便搬了家，将房子租了出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件事被暂时搁置，直到2个租客的出现，怪事又发生了。时间来到半年后，一对父子租下了雨桐的房子。男人名叫严武，是个毫无底线的赌徒，每次输光钱都来找父亲要。我就是需要钱嘛，你不是大个月讲退休金4、5千块？父子俩为此大吵一架，可到了第2天，父亲竟离奇死在了躺椅上。严武本打算报警，可如果父亲没了，那每月4000多的养老金也没了，这等同于断了他的赌本，况且他还欠别人一大笔赌债。五哥有借有还，真还不出来，整个值钱的人来也行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藏匿尸体，将啃老升级为啃尸，可尸体已经变得僵硬，根本无法移动，必须要先分解一下。他把尸体放进浴缸，在浴缸里注满水，再倒上防腐的福尔马林，计划将父亲做成标本。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迟早会被人发现。这时他注意到家里的墙上有个洞，洞里是中空的，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。如果把尸体砌进墙里，那样就能一劳永逸。说干就干，他来到建材市场，买了水泥和瓷砖。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，诡异的事却发生了。他发现家里好像还有第3个人，箱子里的福尔马林被动过，还洒了一地。他壮着胆子上前查看。然而小区里的怪事还不止一桩。不久后，旁边单元又发生了一件怪事，有个小男孩下楼上学，竟在楼梯里离奇失踪了。再不下来要迟到了。啥子？还没下去啊？没有。啷个可能？他早就出门了。好了。监控没有拍到孩子出来，且事发后警方搜遍了所有的住户，却一无所获。男孩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为了尽快破案，警方加大排查力度，竟在302室发现了男孩的血迹。这证明男孩失踪前曾到过这里。302的业主叫徐志杰，以前是个杀鱼的，后来改行做了建筑设计师。可面对男孩父母的逼问，他却坚称男孩失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孩子自己跑到我们家来的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老子娃儿要是有啥子事，老子弄死你！小区里频发怪事，究竟是鬼神作祟，还是有人在装神弄鬼？雨桐是被谁侵犯的？严武的家里是否有第3个人？在仅有一个出口的单元楼内，小男孩是如何凭空消失的？
这是五一假期正在热映的电影《消失的人》。该片剧情紧凑，毫无尿点，悬疑氛围直接拉满。当你以为自己看透了真相时，下一秒就会被狠狠打脸。友情提示：由于部分画面过于惊悚灵异，还时不时有点贴脸小惊喜，所以胆小的朋友一定要艾特朋友一起去看。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吗？